猫的影片风靡全球，至今势头依然强劲。2014年，猫的影片在 YouTube 上获得了近260亿次观看，那是因为它们太可爱了。事实上，发表在《人类行为中的计算机》杂志上的一项调查发现，拖延是导致这一趋势的主因。等等，真的吗？可能不是说在考试前一天晚上看可爱的猫的影片，但如果是拖延大师，可能有自己的套路。如果是这样，不要担心。据研究人员称，似乎95%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拖延症。很高兴听到这样的人并不孤单，但可能有小伙伴在想，我能做些什么呢？在这支影片中，有一些关于如何理解和克服拖延症的建议，我们还会提到一些大家肯定想听的、实用的抗拖延技巧，所以一定看到最后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4个停止拖延的建议。1，并不是所有拖延症都一样。找到自己拖延的原因，可以有助于更好理解和建立更高效习惯。有时只是对自己需要做的事感到厌倦，其他任何事情似乎都比为考试而学习更有趣。是在写报告还是洗盘子？无聊会是拖延的原因吗？或者有时会被同时太多事压垮，一想到待办事项清单上有50项任务就会焦虑，甚至不想开始。有小伙伴觉得自己手头上的事太多了吗？对一些人来说，拖延症不仅仅是坏习惯，而是潜在心理问题的迹象。研究表明，拖延症可能是严重压力的一个原因，与多动症、强迫症、焦虑和抑郁有关。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自己的拖延症太严重，以至于开始给自己带来严重的问题，那么最好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吧。2，自我效能感。小伙伴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吗？如果相信自己有能力，就更有可能实现目标，这就是自我效能感的作用。自我效能感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，实现目标，这是对抗拖延症的重要一步，因为它在激励自己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自我效能感吗？我们懂你。首先，反思自己的成功，试着回忆那些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刻。那时候为自己感到骄傲吗？接下来，确定自己可以用来完成任务的策略。在做项目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通常对自己有用？如何将其运用到自己未来的职责中？最后，正视自己的恐惧。害怕失败吗？失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如果它让你焦虑，如何应对这种焦虑？3，宽恕。我为什么那么懒？只是我强迫自己去做。像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。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自责，但看到自己变化的关键是把消极谈话抛在脑后，取而代之原谅自己的拖延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简单，但实际上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发表在《个性与个体差异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那些对拖延症自我宽恕度高的学生，对自己感觉更好，这使得他们下次考试时减少了拖延，最终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。4，抗拖延技巧。在解决问题的根源时，这里有一些提示和技巧可以有助于开始下一个计划。感觉被大量的任务压垮了，那就把工作分成更小的步骤，用这种方式将用一些小项目替换那个大项目，这样就会觉得不那么不堪重负，也会觉得开始并保持任务清单更容易，这将防止轻易忘记那些不愉快或繁重的任务。此外，还可以直观地体现出需要做什么和已经做了什么。小伙伴们是早起的鸟还是夜猫子？在最巅峰时处理最难的任务，确定一天中效率最高的时间，在这些时间做最难的任务。如果看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店，会发现一堆不同设计的应用程序来帮助管理时间和任务。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有助于保持井井有条，并能收到提醒，如果进入瓶颈期。黄金法则就是休息一下。没有人能连续几个小时保持高效率。在冲击项目时，记得站起来，伸展下身体，喝口水或吃点零食，身体和头脑都会感谢你，你也会觉得准备好继续完成任务了。同时，想象一下自己的成功。如果现在开始自己的项目，会得到什么好处？好成绩还是加薪？不管是什么，试着想象一下，想象自己已经实现了那个目标，并提醒自己，这就是做这件事的目的。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任何人都有可能就引复发，重要的是要下定决心重新开始，即使很难，也要始终如一的愿意按照必要的步骤去做，并努力执行自己的计划，结果会说明一切。我们相信你能做到。大家最容易拖延的事情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任何可能从中受益的人。期待在下面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任何想法或建议。感谢收看。